来看我是地府大当家。楚吉杂货店是个神秘的地方，他白天做阳间的活人生意，晚上却接待500年来从不间断的阴间亡魂。这007全年无休的黑心作息简直离谱。不管是天灾降临还是战火纷飞，这间店的大门从来就没有关闭过，甚至连阴间的大佬都是这里的常客。这后台硬的连阎王爷看了都得递根烟。到了楚尘这一代，他却打算摆烂。看着爷爷传下来的这间100年老店，他一心只想关门大吉，去过平凡生活。祖传金饭碗说砸就砸，真是个败家玩意。面对老街坊的质疑，楚尘表示自己胆子小，根本不敢和晚上那些脏东西打交道，即便那是楚家的祖产，装什么柔弱小白花呢？你可是满级大佬。由于这是最后一天营业，楚尘直接开启了疯狂清仓模式，原价不菲的纸扎车直接1万块钱一个往外甩，这挥泪大甩卖的架势比江南皮革厂还狠。老爷虽然觉得数量太多，这辈子都烧不完，但耐不住清仓价格实在太香，只能咬着牙感慨这简直是造孽，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可是恐怖片铁律啊！就在楚尘数着钞票乐开花的时候，殊不知这店根本不是想关就能关的。不信邪的他甚至还唱起了小曲，半场开香槟必定会被啪啪打脸。苦熬了3年，终于存够了1000万存款，楚尘心里已经开始计划着明天一定要去找心爱的阿青雨表白。这满嘴插 flag 的操作简直在阎王殿蹦迪。这时候店里来了一位泰国的茶论大师，由于是老主顾，楚尘熟练的记录下对方需要的10年份坟头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点什么米其林外卖。各种阴间道具也是白菜价清仓处理，楚尘甚至建议大师如果不买，以后就只能自己去坟地里刨土了。这奸商嘴脸简直是无缝切换啊！大师看着一心求去的楚尘，无奈的摇了摇头，表示由于缘分未尽，这店他根本关不了。但这小子完全不听，好言难劝，该死鬼，男主你可长点心吧。下个客人是神秘的清许爷爷，这老头可是店里的老赌友，甚至想用纸扎道具作为赌注来赢回之前的局。老头，你这阴间筹码是认真的吗？楚尘心意已决，连赌注都白送，他甚至直接告诉老爷子明天就关店，以后再也不想做这种阴阳生意了。男主这辞职的决心比大理石还要硬。清许老道却神秘的一笑，他不仅没有劝阻，反而让楚尘备好灯笼，声称下次来还要找这小子继续下棋。糟老头子坏得很，绝对知道有大瓜。楚尘对着爷爷的画像诉说着衷肠，他表示时代变了，自己只想过正常日子，希望泉下有知的爷爷能理解。这波隔空对话属实是在雷区疯狂试探。话音刚落，原本宁静的屋子突然变得阴森恐怖，紧接着早就去世多年的爷爷竟然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这屋里显灵的催更速度堪比顺丰快递。老爷子脾气非常火爆，上来就是一顿臭骂，警告楚尘要是再敢动关店的念头，今天就得直接带他下去。祖传的强制消费算是让你玩明白了。楚尘还试图用钱，已经赚够了这种借口搪塞，结果被爷爷一巴掌拍醒。老爷子强制要求必须按时营业，爷爷专制各种不服，这大逼都太爽了。爷爷消失后，屋内的温度突然骤降，原本以为只是梦境的楚尘，却看到了2个身披长袍的恐怖身影出现。 VIP 客户黑白无常终于闪亮登场了。看着传说中的黑白无常就站在面前，楚尘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表示自己只是看看外面有没有客，这变脸速度不去演川剧真是屈才了。他当场认怂，承诺以后一定按时开店，绝对不关。2位大佬见他如此识趣，这才收起了原本打算动手的架势，能屈能伸，方为狗道中人啊。为了套近乎，楚尘管他们叫谢哥和范哥，没想到2位神君居然还顺便带了个生意，是个阳寿未尽的可怜人。这社交悍匪的属性真是绝了。当楚尘看到被送来的灵魂时，彻底破防了，因为这个女孩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沈清雨。吃瓜吃到自己白月光头上，真是造化弄人。看着青雨变成了一副阿飘的模样，楚尘心痛不已，他简直不敢相信心上人会遭遇这种离奇的横祸。这狗血剧情果然没有放过痴情男主。2位大哥详细解释了，这姑娘是因为遭人夺尸才灵魂出窍，这种由于冤屈导致的因果，阴间不便直接插手，体制内的甩锅技术就是这么炉火纯青。既然楚尘作为阴阳中间人遇到了这档子事，那是立功德的好机会，但也必须在3日鸡鸣之前查明真相。这该死的现实任务直接把进度条拉满了。沈清雨此刻早已吓得6神无主，只会哭泣。楚尘温柔地安抚着他的情绪，发誓就算拼了命也要把他救回来。霸总护妻狂魔模式正式强制开启。黑白无常这时候又折返回来，强调了规矩，这种事情讲究公平交易，沈清雨必须付出一份同等的回报才行，中间商不赚差价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由于担心会有因果后患，2位大佬非要见证誓言。楚尘开玩笑问他要沈家，结果青雨表示自己做不了主，这直男癌的玩笑开的真是没救了。
最后在神灵的见证下，青羽立下了重誓，如果这次能成功夺回身体，他生是楚尘的魂，死是楚尘的鬼。古言女主标配的报恩台词直接安排上了。两位神君对这个誓言非常满意，表示愿意做个见证。紧接着青羽痛苦地回忆起，是她最好的闺蜜害了她，防火防盗防闺蜜之千古，真理诚不欺我。原来1个多月前，闺蜜赵飞雪骗她去了私人诊所，由于贪图沈家的家产和青羽的美貌，竟然伙同亲妈夺舍。这反派母女的心机简直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那对恶毒的母女为了这一天模仿了青羽的一举一动，打算鸠占鹊巢之后再想办法害死沈家的所有长辈。鸠占鹊巢的戏码怎么看怎么像地摊文学。楚尘听得火冒三丈，但他知道这种事急不来，由于需要对付玄门败类，他只能厚着脸皮去求助清许老道。新手村刚出来就知道姚人也是够聪明的。老道士表示这女孩并不是楚尘的正缘，救人不仅麻烦，还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问他是否真的想好了。这老头不剧透会死吗？天天在这当谜语人。面对这种关键时刻，楚尘表现出了纯爷们的一面，他不仅捐出了1半的财产，还立刻动身去找帮手赵长青，为爱豪掷千金的操作简直闪瞎穷狗的眼。赵长青听到是宗门叛徒杨青青在作恶，顿时义愤填膺。由于事关师门荣誉，他立刻带着楚尘前往事发地。正义使者总是随叫随到，犹如外卖小哥。这间阴森的诊所果然别有洞天，就在大家闯入的一瞬间，正在庆祝计划成功的杨青青母女彻底傻了眼，反派死于半场开香槟，果然是业界铁律。赵长青并没有给对方任何解释的机会，他痛苦地表示，当年只是逐出师门，没想到竟成了养虎为患的祸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典型反面教材。赵飞雪死到临头，还想甩锅给亲妈。楚尘冷笑着按照大师的指示，将一滴血滴在了特制的替身人偶上面。这种塑料母女情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声，真相大白，赵飞雪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肉身已经自毁，余生只能做一个流浪的孤魂。物理超度配上灵魂流放，简直完美。这种由于害人夺舍导致的因果报应最为狠辣，杨青青母女最终落得一个烈焰焚魂的下场，简直是大快人心，活该这俩毒妇去地府18层走一遭。事情圆满解决后，楚尘又开始展现他奸商的一面，他竟然想借机给赵长青推销生物，还大方地表示打8折，这无孔不入的推销技巧不去卖保险可惜了。青羽在魂归位后，对楚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承诺等说服了父母一定履行诺言，哪怕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画大饼的渣女语录听听就算了，清许老道却在电话里掐指一算，露出了高深的微笑。由于有黑白无常作为见证，这段因果并不是想断就断的，看来这孽缘是直接焊死在户口本上了。回归正常生活的楚尘还没享受几天安宁，新一轮的业务就找上了门。这次来的是威名赫赫的5哥和6哥，这黑心作坊真是一天都不让人闲着。这2位神君带来的是顶级豪门继承人孔志，他在上京名声显赫，如今却死得不明不白，让人非常不解。豪门少爷又来送狗血剧本了。孔志的灵魂表现得异常消沉，甚至有些认命。他自称是因为身患无法治愈的渐冻症，所以才选择了这条死路。这毫无求生欲的样子，看得让人想抽他。楚尘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是中了罕见的情蛊，如果真的是这种阴损手段，那这绝对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谋杀。神探夏洛克附体秒破豪门奇案啊！通过对孔志生辰八字的细致推演，楚尘揭开了一个豪门深处的惊天秘密，害他的凶手竟然就在他家里。这种灯下黑的套路8点档早就演烂了。原来孔志那个看起来温柔贤惠的后妈白衣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他不仅害了孔志，连孔志亲妈也是他杀的。这恶毒后妈简直就是白雪公主后母的转世。为了让孔志彻底相信真相，楚尘不惜动用面子，请来了云烟夫人的魂魄。看到母亲的一瞬间，孔志彻底崩溃了。物理招魂这招真的是屡试不爽啊！由于认清了杀母仇人的真面目，孔志立下了血誓，只要楚尘能帮他复仇，他愿意奉献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又一个献祭全部身家的冤大头诞生了。既然大单子已经到手，楚尘赶紧联系了在西塔国有门路的白姐，结果对方一开口又是要他银行卡里的1半，这中介费收的比强盗还黑啊！白姐给出的方案不仅可以解毒，还能让下蛊的白丝气产生反噬，从而在那人身上种下一段逃不开的情根。这以毒攻毒的招数真是阴损到了极点。刚把钱捐出去的楚尘突然发现自己没路子进入孔家大门，这时候清许老道再次神助攻，直接让他冒充弟子。这老狐狸天天在这兼职当外挂发放员。来到孔家豪宅的楚尘看着那些演戏的亲戚冷笑不已，他要求治疗时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将所有人轰了出去。霸气清场是每个神医装备的必备流程。
随着金针入血，孔志居然奇迹般的睁开了眼睛。由于这是一场钓鱼行动，楚晨叮嘱他必须在人前伪装成从前这起死回生的医术华佗看了都得拜师。醒来的孔志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他甚至提出要立刻去见那位下蛊的白姨。好戏这时候才真正开始，影帝附体的复仇戏码马上就要高能上演了。在家族庆祝晚宴上，楚晨不请自来，直接拆台。他看着那对自以为是的母女，心想今天就是他们的末日到了。男主这卡点打脸的技巧简直炉火纯青。白衣还在幻想着孔家家产全部到手，面对质问，他竟然疯狂地承认了一切罪行，甚至嘲笑孔家父子是蠢货，反派死于华多这定律真是全宇宙通用。就在他下令让女儿弄死孔志的时候，结果却发现情蛊早已易主。由于反噬的作用，白思琪现在只爱孔志，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活该你遭报应。狗有狗的一幕在豪门上演，白思琪为了讨好孔志，竟然不惜向自己的亲妈下手，这戏剧冲突简直拉到了满格，这母慈子孝的名场面建议反复观看。看着这对蛇蝎心肠的母女彻底完蛋，孔德生这才明白自己身边一直睡着条毒蛇，真是让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这老爷子的绿帽子简直能盖住整个上京。事情告一段落后，楚晨深藏功与名拒绝了谢礼，因为在他看来这只是生意，对方已经支付了该有的报酬，装完杯就跑，真不愧是你个老六。解决完豪门恩怨的楚晨回到了杂货店，没想到上京云家的大小姐云淼竟然亲自登门，非要拜他为师学艺。这满世界的白富美全往这破店里钻。由于楚晨爷爷生前曾定下过一段奇怪的缘分，云家人对这个看似普通的杂货店老板表现得异常客气和看重，上一辈的盲盒娃娃亲终于找上门了。袁淼带着各种奢华装备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他原本以为会很无聊，却被店里独特的气场深深吸引。真千金下乡体验农家乐既视感太强了，楚晨直接和这位千金大小姐约法三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住在这，也绝对不准打听店里晚上的生意，这种越是不让看越想看的老套路我懂。袁淼虽然嘴上说着不感兴趣，但心里却充满了好奇。就在两人拌嘴的时候，真正的生意大佬这时候进门了，这剧情推进速度比生产队的驴还快。来人是沈清宇的二叔沈建明，这老头一张口就是一股子傲慢味道，直接扔出10万块钱让楚晨离远一点，拿10万块砸满级大佬，你也真拿得出手。原来沈家为了家族利益，早就给清宇定好了豪门婚事，在他眼里楚晨这种开破店的根本不配进沈家大门。经典的棒打鸳鸯烂桥段虽迟但到。楚晨听完这些话后感到非常讽刺，他并不是贪图那点钱财，而是因为清宇居然连一个解释都没有留给他，救命恩人直接变备胎，这波太扎心了。沈二叔还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名声重要，结果被一旁的云淼当场打脸，直言这点小钱连店里的流水都比不上，顶级千金在线交做人简直爽翻天。面对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楚晨直接下了逐客令，他表示既然对方选择了豪门，那之前的感情就到此为止，绝不当舔狗。男主这波操作必须点赞。沈建明见利诱不成，只能放狠话威胁。楚晨冷笑着说出，这简直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两人自此恩断义绝，快斩断这烂桃花，专心搞事业不香吗？心情极度郁闷的楚晨打算花悲愤为动力去赚大钱，云淼却在一旁紧追不舍，非要看看晚上到底做什么买卖。好奇心害死猫，这位大小姐你要挺住啊！就在这时，两位熟悉的黑白大佬再次现身，他们身上散发出的恐怖压迫力让见惯大场面的云淼也惊呆了，终于让这千金大小姐尝尝见识了。由于担心凡人知道阴间规矩会出乱子，楚晨赶紧表示云淼是自己店里的伙计，这才让两位哥哥放下了戒备，这就强行安排上打工人的身份了。两位大佬今晚介绍的生意同样不简单，来人竟然是西京白家的画事人白守义。由于遭人暗算已经瘫痪3年，地府业务员的推销能力就是强啊。楚晨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一时被困在体外，虽然自称是中风病倒，但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极深的南洋阴毒。男主这人肉 CT 扫描仪真的不开挂都不行。通过对生辰八字的核对，楚晨指出了真相，原来白守义是被最亲近的亲人所害，那滋味恐怕比死还要难受。豪门里果然最不缺的就是骨肉相残，幕后黑手居然就是白守义的亲弟弟，对方利用所谓求来的佛牌慢性伤人，目的就是为了彻底霸占整个家族。这熟悉的豪门夺嫡剧本我都看腻了。白守义得知真相后感到万分心寒，由于自己长期昏迷，年幼的儿子在家族中早已是举步维艰，甚至有性命之忧。废柴少爷即将觉醒的戏码呼之欲出，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白守义顾不得许多，他当场立下契约承诺，只要能救命，白家从此以后为楚晨马首是瞻。楚大老板这就又收编了一个豪门小弟。
两位大佬在见证了契约成立后才放心离去。袁淼看着楚晨的一顿操作，这才意识到这间小店确实深不可测，震惊吧，这才是满级号带新人的基操。面对西塔国的这种阴狠毒素，楚晨并不慌张，他表示自己人脉广着呢，随手就能请来该领域最顶尖的大师，装杯时刻必须把人脉这块拿捏得死死的。楚晨一通电话，直接打给了泰国的猜送大师。原来这位被奉为医神的老人家，当年竟受过楚家老爷子的恩情，又是祖辈留下的外挂，简直太爽了。得知楚家后人有难猜，宋大师二话不说直接坐专机赶来，他甚至大方的要给楚晨转5个亿美金当零花钱，这土豪大爷请务必给我也认一个。楚晨原本想顺便坑一下亲许老道，结果反被猜宋爷爷识破，由于乱开玩笑的惩罚，他又损失了一半的存款，作死男主惨遭制裁，这下真的亏麻了。面对白家的内斗局面，楚晨制定了精密的计划，由于不能让凶手狗急跳墙，他们必须先联络白家的旧部，这是要玩一出无间道的反杀好戏啊。通过一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名楚晨联系上了白夫人，引导白少爷白燕飞秘密现身商量营救大计，卧底集结，这紧张感简直像在看谍战大片。白燕飞起初还觉得这是一场荒诞的骗局，直到他亲眼看到了父亲的生魂出现，这才吓得当场跪地求助。唯物主义战士在鬼神面前秒变怂包，得知害死父亲的凶手竟然是二叔白守忠，这个从未见识过人心险恶的豪门大少，终于在这一刻成长了起来。被社会毒打才是富二代最好的催熟剂。楚晨并没有直接出手解决反派，他表示白家的家务事必须由他们自己清算，首先要做的就是拉拢忠诚的旧部，这叫做借刀杀人，不沾一点腥味。白燕飞挨个去找那些以前和父亲出生入死的叔伯，由于白守忠这3年的戏演得太好，结果居然没人相信他，反派智商在线，这剧情才有点看头。看着曾经敬重的长辈都倒向了仇人，白燕飞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这才明白豪门里的信任是多么廉价，树倒猢狲散，这古训在哪都适用。就在白公子垂头丧气的时候，楚晨却表示这都在意料之中，毕竟对方苦心经营3年，不可能3言2语就推翻。诸葛亮附体的男主总是成竹在胸，蔡宋大师已经准备好了全套的解毒法门，他将决策权交给了楚晨，想看看这位少主打算如何收网。大佬这是在新手村旁边强势吃瓜看戏啊。得知白守忠父子要和沈清宇举行盛大的订婚仪式，楚晨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决定送对方一份终身难忘的大礼，搞事必须挑人最多的地方，这很爽文。楚晨这种杀人诛心的安排让云淼觉得他是想报复前女友，但他表示自己只是想在最热闹的时候揭穿真相，口是心非的男人其实就是在公报私仇。由于白守忠这人做事狠毒，绝对不会留下隐患，订婚仪式上必然就是他发动最后一击，彻底铲除大哥的时候，反派的套路永远都是赶尽杀绝不留活口。白守忠在暗地里正和杀手商量着如何处理后事，这个为了钱财丧失人性的家伙竟然连嫂子和侄子都不放过，这丧心病狂的程度连阎王都自愧不如。他的儿子白彦北同样是个狠角色，深谙斩草除根的道理，两父子已经在商量着如何瓜分夺来的家产，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全员恶人。订婚仪式现场，沈二叔看见楚晨就没好脸色，结果还没等他发飙，白家的大少爷就亲自出来给楚晨撑场面，势利眼老头马上就要体验光速打脸了。楚晨看着一身盛装的沈清宇，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的誓言，结果清宇却说出了由于家里资金链断裂没得选，拜金女找借口，真是清新脱俗，毫不做作。面对这种为了利益可以抛弃一切的女人，楚晨感到一阵恶心，他表示从此两不相欠，以后沈家死活与他无关。这种势利眼的女主不仍留着过年吗？沈清宇还以为楚晨是在赌气，所以不肯回头，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早已经成了他们高攀不起的存在，普信女的迷之自信简直让人笑喷。白守忠在台上表演了一出感天动地的兄弟情深，他竟然想让已经快没命的大哥亲口给这对新人送祝福，鳄鱼的眼泪都没你这演技逼真吧。眼看着杀手专家准备给白守义注射催命药水，楚晨冷笑着示意正式开演。好戏这时候终于是拉开了帷幕，再不出手主角团都要憋出内伤了。白守义被药物激发出最后的一丝力气，他竟然当众宣布由于儿子太浮躁，打算把白家的家主之位传给亲弟弟，这回光返照的戏码演的是真卖力。白守忠还在台下演的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这种丧心病狂的手段简直是业内罕见，连围观群众都被骗了，奥斯卡不给你颁个影帝都说不过去了。白燕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跳出来指责真相，结果却被反咬一口，是想争权夺利，甚至被家族长辈联合排挤。这少爷的战斗力真的是只有战五渣啊！面对这群毫无底线的败类，楚晨终于不再低调，
他示意猜宋大师直接出手破了对方那低劣的下毒手段，满级大佬一巴掌拍死新手村小怪既视感。蔡宋大师的现身让现场的假专家彻底吓尿了，在这种宗师级人物面前，任何旁门左道都显得极其苍白无力，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脉压制加降维打击。那个西塔国的杀手为了保命当场供出了主使人，由于白手中花了1亿雇凶杀人，这下简直是铁证如山，这反水的速度比翻书还要快上10倍。楚尘大发慈悲给了那个帮凶一条生路，条件是捐出所有非法所得，并终身不准再踏入华国境内半步。这薅羊毛的手法比资本家还要狠上几分。白手中见事情败露，居然还想打亲情牌求饶，由于他之前太狠毒，现在就算跪地求饶也没人再会同情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哭给鬼看去吧。白彦北为了自保，竟然当众宣布自己被蒙在鼓里，甚至为了前程要把亲爹送进去。这出戏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大义灭亲玩得这么溜，真是带孝子啊。白手一看着这种忘恩负义的侄子，也是彻底心寒，他不再留任何情面，直接让治安队把所有罪犯一网打尽，对待白眼狼就该直接物理加法术超度。经历了这次生死的白手艺变得雷厉风行，他不仅清洗了家族内部的叛徒，还将所有白家产业交给了楚尘，这强行送家产的操作也是没水了。沈家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错过了什么，原以为那个开杂货店的是个骗子，没想到竟是这种逆天的大佬，有眼无珠说的就是这帮势利眼土鳖。楚尘淡定地表示，家产他没兴趣，只需要对方以后多做善事积点的就行。这份气度简直让在场所有人折服，无形装备最为致命。这波格局在大气层，沈清宇和他妈这话肠子都悔青了，他们厚着脸皮跑来向楚尘认错，甚至想重修旧好，重新开始这段感情，这种时候还想吃回头草，你们脸多大啊？由于沈二叔之前表现得太嚣张，楚尘根本不知这一套，他直接揭穿了沈家人那种为了钱可以变脸的虚伪，嘴炮男主输出拉满堆的真是太带劲了。即便沈清宇表示愿意放弃豪门生活跟他回去当老板娘，楚尘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大家都已经是成年人，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原谅，只有拉黑。就在沈家还在死缠烂打的时候，云淼大小姐霸气现身，直接告诉对方沈家弃之如敝履的男人是云家的宝，真女主正宫气场，全开秒杀一群绿茶。由于认清了现实的差距，沈家这下彻底死心，楚尘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西京，因为他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波拍拍屁股走人简直不要太潇洒。回到渭城的楚尘还没清静多久，沈家人居然带着重金登门道歉，那种趋炎附势的嘴脸真是让人感到反胃，狗皮膏药都没这家人这么沾人吧。云淼以女朋友的身份强势护主，他犀利地指出，沈家现在只是看中了楚尘的实力，而不是真的有悔过之心，人家大小姐一秒看穿你们的拜金小算盘。楚尘再次明确表示自己绝不走回头路，他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后悔这2个字，直接送走了这群厚脸皮，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干得漂亮。忙里偷闲的两人在店里打起了游戏，云淼这垃圾走位让楚尘吐槽不已，结果原本平静的小店又来了贵客，这杂货店真是堪比3甲医院挂号处啊。这回登门的是地府名气极大的文武判官崔珏和钟馗，这2位大佬居然对楚尘恭敬有加，还口口声声叫兄弟。男主这隐藏身份绝壁是个满级大帝。2位神君神秘秘地提到楚尘以后恢复记忆就明白了，这让楚尘感到一头雾水，难道他还有什么逆天前世？挖坑不填的剧情真是急死强迫症了。为了表示诚意，钟馗直接在楚尘身上留下了鬼王印记，只要以后遇到厉鬼喊名字即可灭杀。这外挂真无敌，全服唯一 GM 权限就这么白送了。2位大佬今晚带来的是一善虽然赔本但极具功德的生意，是个无权无势的教书先生，遭到了豪门的迫害，看来地府神仙也喜欢玩精准扶贫啊。由于楚尘这人最看重人品，他二话不说直接接下了这个烂摊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大男主拯救世界的主线终于开启了。欢迎订阅，下集更精彩哦。